今天这个电瓶车就是这种情况。如果你想学习修电瓶车，请先点赞收藏起来，慢慢看我怎样来排除这个故障。已经听出来了，就是这种卡一卡的。首先我们怀疑呢，就是这个电瓶和控制器，还有这个电机。首先这个顾客说他的电瓶是放了2-3个月跑不远，我们就来先检查电瓶。这支电瓶是11伏，这支还13伏多，就说明他是买的二手车，电瓶都是配了一支。这配这支电瓶可能断格了。我们现在先把电瓶给它拆下来。电瓶车呢，一定要注意到不要政府把那个线拿去碰起了，如果碰起了肯定要遭燃火的哈。先把这个电瓶叼出来，它这支配这支电瓶哈，好像都是鼓包了的。硬是鼓包了，你看变形变得这个样子。这种电瓶一般就是用上1年以上，或者是用大充电器把这个电瓶充成鼓包的。充成鼓包当时还可以用得到一段时间，但是过一段时间那个电压就不行了，它纯电也不行了。现在我们拿一组锂电池来给它装上去，看一下它是啥情况。因为电压不够，它也会骑不动，也会卡的。那我们把锂电瓶装起来试下。还是不行。锂电瓶装起也是这样动一下。那我们就来检查这个控制器这儿电源够不够。这儿电源象限检查到都是正常的。我们再来检查这个霍尔有没得故障。霍尔一般情况下坏了，它也会出现这种情况。我们拿个修车宝拿来检查一下。3个霍尔都只有1个霍尔灯亮的，就说明霍尔坏了2个，看吧，就只有这2个都是坏的，灯不亮。我们就把电机取下来，准备换霍尔。换霍尔是很复杂的，一不小心就会把电机搞烂。我们先把电机拆下来再说。我往期视频教过大家换霍尔的，换霍尔只要是把细点还是会换成功的，这个也很简单。我们拆这个电机基本上还是有个顺序的，先拆大螺丝，后拆小螺丝，这些都是最基本的程序。如果你不按这个程序走，也许小螺丝把它搞断了，你都不晓得怎么回事。把这个刹车鼓也要取下来，这个是鼓刹的。这个电机应该还是用了很多年了，这个老款式的。这个地方着了。这个线都断了，霍尔线断了，你看嘛，这象限的这个铜线都出来了，断了2根。那我们就只有先把这2根接起再说。肯定多半都是这2根霍尔线断了，因为刚才检查到有2个霍尔坏了，2个霍尔坏了，还有一个霍尔是好的，但是这里又刚刚断了2条线，还有1条线没断。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个接起再来检查。这个霍尔线呢，其实这样子断起，你要按直接拉拢过去的话肯定不现实，
就只有给它绑一节线，绑长一点，绑长一点线，它不得把那个插头扯断。这个一般要拿个吸焊的焊，你不拿吸焊的话，下次容易扯掉，而且电阻还很大，它会发热，发热就会把这个铜线都烧断，而且还有安全隐患，或者是下次又遭坏了。看嘛，我们这样给它绑一节线，绑长一点。如果想学维修电瓶车的，可以关注我哈，给我留言。我教的维修电瓶车的技术，一般都是从机件到线路到故障，哪怕车个螺丝怎么扯，螺丝怎么卸下来，我都要教，都是有个程序的。即使拔胎都是有个程序的，教你按我的程序走。但是我们先把它包起来，包这个一般接这些线哈，用热缩管最好。但是热缩管呢，就是不太方便，就要穿过去，先穿好才能接线，不然忘了的话，热缩管是穿不进去的。就只有拿这个绝缘胶布来包，包起来是一样的哈。我干这么多年，包的还是没出过故障。这个电机线和这个霍尔线咋个会断到这个地方？其实很多都不太清楚这个怎么断了的。一般是你们去换胎，或者是修电机啊、换轴承啊，那个师傅没有把这个电机线包在平插的侧面，就是包在两边，不能把这个电机线用扎带套在平插的下面，因为绑在平插的下面，有些时候有个坑或者是有个坎，走高头直接撑一下就把那个线就撑断了。有些呢又在轮胎上插气，轮胎都插预了吗？铜线肯定要给你插断噻，摩擦那个热度好浓嘛，好大的温度嘛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电机给它装上去。这种故障也是经常修的啊，经常遇到这样的故障。这种故障也是小故障，就接个线，只要你能准确的判断出它的问题出现在哪个地方，你就走那个地方去直接去修就完了，其实很简单。我们还这个刹车啊，是螺丝还是按怎么拆下来的就怎么装。如果你不怎么装的话，你到时又会产生异响，要骑到的时候顾客又来找你，你觉得是不是不合适呢？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象限给它装起。象限一般都是颜色对颜色接上，就是电机的象限。如果这个象限没对到位哈，它也会出现那种卡卡卡的这种声音。好，再我们把这个霍尔线用修车宝再来测试一下。刚才只有一个灯亮的哈，现在你看3个灯都亮了，3个灯都对了，就说明不是霍尔坏了，是霍尔线断了。我们把这个霍尔线对插起，再来转一下，就知道怎么回事。这样我们转了就正常了，就正常转了。
好，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下期再见。